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今天咱们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每一天都很有意思啦，老师啊。今天的话题是中国人为什么结婚一定要买房啊？房子这个事情说起来一把辛酸泪啊。确实是啊，我当时为了买房子啊，和我老婆吵了不知道多少架啊，想想啊，好可怜。但是说实话呢，现在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感觉呀，真香啊，真开心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心理吧。为什么房子那么重要？为什么结婚一定要有房子？因为房子它是有一个象征啊，象征着你终于有能力安家落户了，对不对？安家立业了，对不对？但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就是年轻人啊，大部分啊买房子的时候20几岁啊，根本没有能力购买房子。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规定啊？好像是一个隐形的规则啊，虽然没有说有什么条文写下来，结婚必须买房子啊，但是呢，所有人都知道，结婚首先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你这两个人到底有多相爱啊，而是房子有着落吗？双方家长见面的第一件要沟通的要紧事儿就是房子怎么买，谁出首付，后面的钱按揭怎么给。要是有一方特别有钱我直接把房子全款买了可以安心了啊，高枕无忧了啊，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家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有着落了啊。当然更多的情况都是男方买房子的啊，女方一般是买车买家电等等这些东西啊。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房子对于中国人这么重要啊，也是因为和中国人爱面子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上一集说到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就是你在你亲人的或者你朋友眼里的你自己是什么一个状态，就是我女儿或者我儿子有房子呀，倍儿有面子，对不对？要是我孩子还租房子呢，不行这个婚姻不行别人就会在心里做出判断，这个婚姻我不看好连房子都买不起。其实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中国最近20-30年吧，我觉得房地产特别的兴盛，对不对？其实房地产的开发商他们也在助推这么一个概念推动这么一个概念，让这个概念原本可能不是一个必须项慢慢通过广告等等不间断在你脑子里轰炸让你认为要结婚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房子。所以这其实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但是呢，我和你说一个实际情况，就是现在年轻人首先谈恋爱的越来越少了，其次结婚的越来越少，所以相对的中国的房地产也越来越不景气了。所以可能在未来我儿子他们长大之后未必结婚一定要买房子，现在其实已经慢慢有趋势了。好了，今天咱们在这儿下次再见。